天幕的第3层，几道身影正围着一个火堆盘腿而坐，可不就是薰儿一行人吗？自从当日进入第3层到现在，已经过了足足将近3个月时间，萧炎他们的实力也都有所提高。只见古华随手将身旁的树枝丢进火堆中，吐槽道：哎，这天幕果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简单，上次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想起上次被一群平均实力达到8星层次的能量体包围的场景，古筝扯了扯嘴角道：后面会比上次遇见的更加麻烦，做好心理准备吧。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会同他一起来的萧炎迟疑了一下后道：要不接下来的路便由我自己进去吧。毕竟联手作战这么久，又一起经历过生死，萧炎对古清扬4人还是有些好感的，因此并不想他们因为自己的事而出现什么意外。听到萧炎这略显茶气的话，古清扬笑了，直接怼道：这话你得跟薰儿说。薰儿怎么可能让萧炎哥哥独自面对困境吗？都走到这里了，便不要说这些丧气话了，只要我们小心一点，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薰儿美眸盯着萧炎，柔声道。萧炎想开口再说点什么的时候，前去探路的古行回来了。根据情报，南面与西面都是硬茬，只有西北方向尚有一线生机。为什么叫一线生机呢？因为这个方向的低级能量体虽少，仅有3个实力在8星斗尊左右，以及一个9星层次，但却有一个半圣级别的坐镇在后方呀。可是为了萧玄之墓，最终众人抱着最好不要惊动了那半圣级别的能量体的幻想，走向了西北方。萧炎一行人在看到盘腿坐于一处巨石上的4道能量体时，第一时间发动了攻击。突袭十分的有效，他们毫不费力的就将4枚能量核收入囊中。只可惜，闯入者踏入这里的那一刻，你们便应该知道后果。闷雷般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萧炎一行人就见一身着暗红色袍服，手持鬼头大刀，脸横几道刀疤的大汉出现了。只见那大汉扭了扭脖子，邪性的道：好多年都没有尝到过人血了，都快忘记那是什么味道。随后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看见新鲜的活人了，又自言自语道：似乎在动手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吧，我的名字好像叫做雪刀圣者吧，你们听过吗？现在听过了。萧炎一行人约好了似的默默吐槽道：实则内心语言，你都死了不知道几百几千年了，谁知道你叫什么东西。看到众人表情的雪刀圣者很是失望地摇了摇头道：唉，看来果然是没人记得，这种感觉真是让人不喜欢。还是快点解决你们吧，我的雪刀似乎有些忍受不了了。旋即脚掌微不可察地抖了抖，同一时间察觉到什么的萧炎一袖子就将古筝给轰飞了。突然被迫体验空中飞人，又结结实实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古筝尚还有一点懵逼的时候，就见他先前所立之处已经被一道快若闪电般的血芒给生生撕裂出一道深深的沟壑。此时心情犹如过山车的古筝在极短的时间里看了看萧炎，又看了看那雪刀疯子。我真的会谢好吗？合着就我是软柿子呗。迅速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屁股墩上的灰，古筝略显幽怨地冲着萧炎道：你这家伙下次下手要轻点。听着不识好人心的话，萧炎头也不回的就道：那就让你被他劈成2截好了。哼，不喜欢平沙落雁式，下次试试大马趴。随后偏头望向古清扬与薰儿，萧炎又道：动手吧。薰儿与古清扬点了点头，旋即一同暴掠而出，手中印诀急速变换，覆地印。2道璀璨的能量光印朝着雪刀圣者压去之时，雪刀圣者十分不屑的就是一笑，雕虫小技的话音刚落，手中的鬼头大刀就直接隔着虚空斜劈2刀，毫无意外的破开了薰儿2人的联手一击，残余的刀气更是直接奔着薰儿2人掠去。就在2人急忙闪避而开的同一时间，
雪刀圣者的脚下地面突然急速凹陷而开，旋即一道巨大的岩浆柱就带着恐怖的力道狠狠喷射而出。雪刀圣者丝毫没在怕的，脚掌狠狠一跺，就将那巨大的岩浆柱生生踩得塌陷而下，四处弥漫。焰分噬浪池，雪刀圣者身后一道身影急速闪现，然而雪刀圣者像是早有预料一般，手中鬼头大刀迅速在身后舞出一朵血红刀花，急速旋转间，不仅轻易将那齿芒撕裂而去，还余力不减地对着萧炎削了过去。最终萧炎身形连退10几步才卸掉那股劲力，震退了萧炎，雪刀圣者正准备补刀，就听一声怒吼：狗屁的圣者，你可还不是真正的斗圣呢，脸皮也忒厚了点。旋即古华、古行、古真三人联手酝酿出来的杀招就朝着雪刀圣者狠狠地招呼过去。这波操作直接就拉满了雪刀圣者的仇恨值，蝼蚁般的存在也敢挑衅圣者威严。雪刀圣者冷笑道，旋即左手紧握，然后猛然轰出3道血芒闪电般的凝聚成3头血色猛虎，咆哮着与那3人撞击在一起，然后3道红色喷泉就现世了。不过这3人也不是吃素的，身形急退间，动作十分统一的就取出一枚能量核，赶紧吸收，一起出手。古清扬沉声道，旋即闪掠而上，紧接着熏儿、古真几人再度射出，被围殴的雪刀圣者一时间有点措手不及。不过很快他就适应了节奏，将手中鬼头大刀舞得密不透风，虎虎生威。期间不仅将古清扬等人的攻击尽数抵御，偶尔迸射而出的一道凌厉刀芒还能将熏儿几人搞得手忙脚乱。逐渐拿回主动权的雪刀圣者一记雪刀乱风斩，就将自身化为一道蕴含着刀气的血红龙卷风，震退了熏儿一行人后，拎着他40米长的大刀就朝着萧炎去了。原因无他，主要是这小子在刚刚的大战中屡屡偷袭下黑手。萧炎见雪刀圣者几乎眨眼间就到了身前，连忙使出天火3旋变，顾不得眉心处的酸痒，急忙将大天造化掌也酝酿在掌心。然而就在鬼头大刀快将萧炎一劈两半的时候，雪刀圣者却突然停下了，死死地盯着萧炎的眉间。雪刀圣者觉得自己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你是萧族的人？略带颤抖的声音响起时，萧炎掌心急速凝聚的大天造化掌都顿了顿，快速离开大刀的覆盖范围。萧炎皱眉道，你是如何知道的？雪刀圣者并没有接话，而是如同梦魇了一般的喃喃自语道，这小子竟然是萧族的人，萧族的人不都死绝了吗？可是这萧族的族纹做不了假呀，以那位的通天本事，肯定在他进入此时便是感应到了，我若是将其击杀了的话，日后恐怕定然难逃那位的毒手。不，我没有日后了。雪刀圣者这边正脑补的头皮发麻、汗毛倒立的时候，萧炎那边可谓是一脸懵逼，二脸茫然。正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见雪刀圣者突然收了一身骇然的气势，大刀一收就道，走吧，这次算你们好运。有些不太明白这家伙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了主意的众人皆是一愣，随后面面相觑。雪刀圣者才懒得管他们怎么想的，只想赶快送走萧炎这个小祖宗，最好当从未见过自己。雪刀圣者甚至十分好心地给萧炎他们指了一条更加安全的小道。萧炎等人虽不明所以，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不是？对着雪刀圣者恭敬的一抱拳后，萧炎一行人一溜烟的就跑了，生怕这雪刀圣者临时变卦。谁又知道背后的雪刀圣者在看到他们走后也是狠狠地吐了一口气呢？目光望向天幕深处，雪刀圣者喃喃自语道，哼，这次你算是成了我一个人情，日后再出来清场总该放过我了吧？某即将出场的大佬，别怂啊，雪刀圣者。雪刀圣者，雪刀小子投诚，求放过。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听完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